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哇塞，哇塞！送给你，就是纸有点被我紧张的捏烂了。谢谢你，谢谢你。坐坐坐。来，你先说还是我先说？表白信吗？对啊。好。不要驼背。好。坐直了。哦，我先跟你说，知道为什么选白玫瑰吗？它的花语是纯洁的爱，还有稳重的爱。哇，你觉得你很稳重啊？那为什么我要送这个呢？送给你一点稳重的爱。哦。然后还有就是2个人的很匹配，很匹配。好，开始了。啊，你可以面向我一点点。对对对，这样好一点。写给妍的告白信。To 妍，这里是凯凯。从我们认识到现在已经第10天了。对于我来说，这趟旅程很开心能遇到你，一个有态度、爱观察、爱装的酷女王。缘分真的很奇妙，它让我们距离忽远忽近，却也让我们在每一次靠近时更懂对方一点。我不着急着定义什么，也不想干扰未来，只是很珍惜已经发生的，并想好好守住它们。虽然你总是说我幼稚，你不喜欢幼稚的人，但是我还是喜欢你一次次的指出我的问题。后面发现你怎么那么幼稚？处理关系上面你都有点幼稚。我觉得有点幼稚。这也是我这次旅行中收获最大的地方吧。我可以不断去减少错误，避免错误，更好的保护好自己。我其实也能感受到你也在不断进步，我们都在相处的过程中慢慢变好。你也越来越愿意和我交流沟通，虽然我们都莫名有点小抽象，但正是这些才是我觉得我们可爱的地方。你总是说不要夸你可爱，但那微醺的样子我真的很喜欢。也让我看到了不常看到的一面。妍其实是一个很会关心人的女生，我被她的细心所感动。放烟花的那晚，我们都仰着头看着那些短暂却灿烂的光，而天上的星却一直在那亮着。我想在烟花亮起的时候碰拳，然后拍一张照片。谢谢，我哭了。烟火会落下，但星光永远在那。我想我们也会像星光一样，温暖的、持续的、不着急的，慢慢闪耀着。你咋说着给自己说笑呢？因为我很幸福。有时我也在想，妍也是一个需要被人接住情绪的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你知道，在我这里，你永远可以大胆做自己。我愿意听，也愿意试着去懂。我很幸运，通过去相处，我越来越懂你，也越来越会接住你了。今天这封信里，我想说，我喜欢和你的相处模式，你的笑，你的关心，和你的小抽象。你要喝电解质水，不要喝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屁股。哎呦！喜欢这样一个酷酷的女生，我从不后悔。无论我们发展如何，我都会将这段回忆视作珍宝。
这段旅程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多希望我的70%能再少一些。这趟旅程能遇见你，是我20岁里最特别的时刻。我希望能和你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和我们，也希望可以在上海和你一块逛街。李佳凯，2026年1月26号，写的还行吗？挺有文采的，不愧是文科生。然后我们朝阳光吧。行，暖和一点，你要看一下吧，给你看一下。喂，你字还可以啊，不愧是文科生。写着写着写睡着了。那么不用心，那么不用心。不是，我在凌晨4点多写。我也是啊，我也写到凌晨4点。对。不行，咱俩能不能换个位置？你帮我挡点风。好。哎呀，有很多个礼物，花也是一个哦。想先给你哪个？你再往前点，给我挡一点啊！姐，今天等你太久了，我真是不行了。先给你看我偷拍的瞬间吧。抽一张吗？2。这个。这啥呀？这是偷学我化妆。同学给。好的。这是我们那天烟花拍的。你给自己美颜了？没有。这一张是跟韩剧一样。真好像妈妈。哎呀，不要再说了，说最后一个。这个其实也是。怎么这个车上还拍2次？那天你上车就坐在了我边上。我就是一个这么容易被这种事情所。因为那天我滑雪滑得很开心。我以后会每天，哄你开心，这样大家都会很开心。哇，很会提供情绪价值啊。然后是这个吧，这你要我打开还是？你打开，你手扛动。我们没看到的极光，我就画给你看吧。这是啥时候的？1月20号的禾木的极光的照片。你拍了吗？你就当没问，你别问这个问题行不行 ？OK， 就是我拍的。好，你拍的。你们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看到极光。就是这幅画，但是有点，你能看得很有笔触。好。然后这个是昨天下午画的一个。我咋没看懂呢？中间其实是你，但是我还没画好。你看我把别的都画好了，我一直迟迟不敢。记不住我长什么样吗？是没有看清我长什么样过吗？不是，因为我要想一个很帅，然后又很可爱的一个表情。对。然后，但是你看，我把我们的回忆都画出来了。火车烟花桥，什么那天打伞，这是什么？我跟你要吗？哇，这是什么？这是咖啡你给我买的那一杯。哎呦呦，我是请大家所有人喝，好不好？那不管，那也是我的第一杯。然后这是滑雪，这是那个问号，我觉得贯穿始终。然后这个是手机留言，这个是那天的那张纸片，这是我们靠的那个栏杆。哎呦，心思好细腻的小孩。我给你挡点。你这没挡上的，你得过来一点，风从那边过来的。对了。那我撒谎。然后这是我画的4格漫画，它讲了一些故事。你看我下面写拍立得，就是会和我刚给的拍立得有一些手机、盒饭，然后那个什么画画，你怎么那么喜欢碰拳啊？下次我戴那个很尖的戒指把你扎了。这是什么？哦，滑雪。哎呦，
OK，那昨天的呢？我的设定是昨天之前的回忆嘛。哦，行行行。这是我最喜欢，也是最能鼓励我，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风格的一本小漫画书，你可以打开看一看，希望你会喜欢。好，来，姐给你读啊。好，必须转过去。你坐吧，那你不是坐吧。你说吧。我的开场白。好。其实我一直以来单身，原因就是因为我会把大多数时间放在我的事业上，我会一直跟时间赛跑。来到这里呢，其实是我对恋爱的很大的一次突破。我也希望有机会遇到一个互相进步、积极稳定的恋爱关系。然后回到我们俩的相处上呢，我觉得30%是有那种感觉的，但是剩下70%可能是无感，会更像朋友一点。所以今天呢，我准备了2封信给你，你要先选30%还是70%？来，选吧。我觉得30%是有那种感觉的，可能是无感。先苦后甜，先苦后甜，来吧。好，那你先苦后甜，对吧？对。好。去我70%我无感的凯。我会分为2大类来说。第一个是外表。第一呢，外表你确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第二，你的表情真的特别容易崩掉，太没偶像包袱，太没有神秘感。你怎么坐下来了？那你坐吧，你坐吧。然后经常放弃不了你的微笑唇。让我觉得这种只有做朋友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这人很肤浅，我就不做了。然后行为呢，我更是努力了很多啊。第一，你总是莫名其妙做一些小动作，让我觉得很像幼儿园小朋友，很幼稚。第二，总是爱装可怜，博得我的同情心，让我可怜你，替你着想，让我怦然苍老20岁哦，怦然苍老20岁哦。怦然。好，75感的读完了，30%给我吧。完蛋了！爸，我的心跑了。这硬不硬啊？啊，我不会掉下去吧？可以有人扶我一下吗？别下去，这么下去。妈呀，突发事况发生了！哎呀，别吹了，别吹了！我这应该先对30%的，70被吹掉就吹掉了。我的30。你别笑了。哦，好吧，确实不能下，它好像下面就是水，这是块浮冰，但感觉也挺厚的。你别像小胡一样落水了。不可。其实我大概记得我给你写了什么，你知道吗？我这人记性蛮好的。不行，我是一个很喜欢仪式感。对，有一个东西有记忆的。OK。承载。那你待会下去捡。如果马上能回去，我就下去了。刚才其实我真想跳下去了。太冷了，我穿个衣服去啊。好。你不要像小胡一样落水了。你觉得你拉得住我吗？我不知道呢。你下一只脚你敢吗？我感觉我一脚踩上去我就下去了。飞哪去？这哪里有？这儿呢？不是，这我也拿不到啊！你到这个冰上来，你踩在这个冰上，你要不要我牵你？你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怎么给它拍掉了？我怕你掉下去。我刚拿上来，他又给我拍掉。OK，哦。
你不能先打开看啊。我不放，我放我这里。好好好。哎呀，坐。你还吃得到吗？还好，你给我吧。现在风有点大，你等会儿吧。来，给我，风小了，给我。你确定吗？来吧。好。这一部分是夸你的，你就不要呲个大牙再乐了。不要老是呲着大牙乐。就30%理想的凯，3%的时间里，你是我喜欢的成熟的类型。你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明确的规划，你能比较照顾我、鼓励我，你能 get 到我的一些小抽象，包括一些太过直接的发言。看烟花的时候，你对我说做好自己就行，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个点你还蛮成熟的。你为什么要老跟别人怎么样？这2个人是2个人的事情。这是我一直以来焦虑的原因，没想到被你一语道破了。然后也感谢30%理想的凯会不经意间跳出来，让我有坚持这趟旅行的动力，在旅行中有所成长收获。我现在只想坚定100%的选择演。经过相处之后，我会喜欢习惯后的小抽象。我不可能把你丢在这里啊！你硬挤眼泪啊？你怎么自从我那天激动完之后，就天天指望着我哭啊？没有啊，因为你就是很爱哭啊。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隐藏的信，但是需要你配合我完成一个小任务，你才能解锁。跳下去啊！你猜一下嘛？这有什么道具吗？我想给你当一次造型师，给你做一个我很满意的妆发。那我太荣幸了，太棒了。那走吧。好，我牵着你好不好？行。不行。享受这个时刻可以吗？我必须我牵着你。你快点！来，我牵着你啊。干嘛？我牵着你啊。大家好，我叫李佳凯，可以叫我凯凯。10%我就很难。如果你也会更加坚定，请给我比一个我们之间的那个手势吧，或者我可以去做些什么。你改变自己，变得成熟呗。从现在开始，我只想和你接触。你好像还挺上进的，我发现。那你结束之后你会坚持吗？会。我今天长了。又长了。我每一天都是给他留。我后面都是留给了他。我真的感觉你每次都长得不一样。今天造型让我愿意看你。但我真觉得你不笑的时候好看一点，就单纯是因为这个原因。完蛋了，当然你都不敢笑了。你跑那么快干嘛？但把你打扮跟我势均力敌一点。今晚属于是要给我来点小小震撼是吧？不要又是太爽了就行了。
Hello。Hello。哎呀，冻死了。我终于见到你了，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地方，你我再次相遇。天哪！哇，来，坐吧。哇，哎呀，这个已经不热了，再给你。谢谢。我给你准备了超级无敌，我感动死你。你猜猜我给你写了多少4页。我给你写了7页。7页。哇！期待一下。胡一阳，展信佳，希望现在此刻的你心情有情。这是一封收信人还没有接收，写信人就已知结局的信，不要感到有压力，不需要你在收到信、看完信或者我读完信后给我回应，一切的一切就只是想用文字来浅浅的聊表心意。作为一个胆小鬼加外热内冷的人，我真是向老天借了足够多的勇气，足够多的耐心，才能听清我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才能直面对你的感情，才能大胆表达。走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通过对你一天又一天的相处和越来越多的了解，我发现你身上有很多的优点。请你坚定的相信，你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棒。你的皮囊之下有着非常可爱灵动的灵魂。正因为相处之中窥见了一些你的真实内心，发现你的灵魂足够的生动有趣，所以慢慢从好感把自己攻略成了一点点喜欢。第一次知道你的姓名是我们在成都胡一阳挑选姓名牌时，我专门把你跳过去了。啊，你挑是我吗？我把你跳过去了，我专门把你就跳过去了。好的。说实话，你真的不是我心中的那个原先的理想型，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被你反复吸引，后面居然和你有了量子纠缠。第一次跳舞是在我们自我介绍之后，对你的初印象就是木头帅哥，真是很帅的小男孩，但怎么一直缄默不语，整晚几乎一言不发，居然连理想舞伴跳舞的时候都不知道伸手邀请一下。我不是邀请，那是我说的，邀请我呀。这个人跟我真不搭。第一次共情，真的注意到你就是在那个充满神秘东方色彩的1001夜中，你的那份对篮球的执着与热爱和那封有勇气写给父母的长信，让我真的很敬佩，很羡慕。平日里和大家在一块一言不发的淡人，居然会有这么倔强的一段故事。那一晚，你的人物形象在我心里从黑白灰中增添了一点颜色。第一次想要和你留言，是我们去参加校园体验的那天。嗨，你好搞笑啊！通过一天学校的相处，你的人物形象在我心中变得更加立体丰满。没想到你这个人还蛮有趣、蛮幽默的。那天我们才真的有了很大的交集。那天我们的关系在我心中自认为近了一点点。第一次对你心动的点，你绝对想不到。其实理由还挺奇葩的，是因为有好感给你留了言的。后来你立马结束后找我私聊，并直接拒绝了我的时候，当时你的行为真的很令我惊喜，就是惊喜，眼前一亮的惊喜。我觉得你很棒的一点就是对别人有好感，然后你会立马告诉我，能够直接拒绝我，告诉我你有很有好感的女生，这种坚定的态度让我心里瞬间给你加了好感分。第一次超级主动是在令人难忘的舞会，我想跟你一块儿，走吧。可以吗？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举动，还是会很脸红。错了，好歹我的主动对你产生了意义，也让你敢于直面自己的感情。但当晚我仍旧只给到60分。我打60。第一次伤心是到了和睦的第一天。在以往那么多次主动的时间里，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心生退缩的想法。同时是我对你最抱歉的一天，还是想说声对不起，因为自己的情绪失控让你变得不知所措。我当时真的掉了很多的眼泪。不过后面情绪调整完后，很快就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会有结果的。表达心意是我自己的选择，不能要求你做出什么回应。
在当晚，我以为是给你的最后一条心动留言里，让你说出拒绝我的话，好像你的眼眶又红了吧？谢谢你的喜欢，但是我们之间没有火花。第一次轻松相处是在冰冻的禾木湖。起初我真的以为自禾木湖第一天起，以后我们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了。此后那几天，我也在尽力的避免和你待在同一个空间。没有想到水晶球随机分配又把我和你分配到了一起。再一次没想到你在那里等我的时候掉进了冰湖里，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吧，就告诉我真的掉湖里了。我们坐在冰冻的禾木湖湖面上，整个世界一片雪白，积雪又深又厚，远处的群山连绵起伏，背后就是你落水的冰洞。你拿出来因为掉进湖里被湖水浸湿了的作家小本，翻到后面那几页，开始念原本禾木第一天写给我但没说出口的话。在你低头向我娓娓道来时，我在心想，哎呀，对不起，胡一阳，我可能又要食言了，真的很没出息。张兆宇，都拉跟我说好做朋友了，怎么又心动了？我以为自己那天收不到任何人的留言了，抱着一种走过场的必死决心，打开了我的文件。赵宇你好，我是小胡。赵宇你好，我是小胡。没想到电流声过后，耳机那头传来了喜欢的人的声音。没想到电流声过后，耳机那头传来了喜欢的人的声音。哎呀，对不起啊，胡一阳，我知道你对我只是出于好意的照顾，但作为朋友身份的张兆宇又很没出息的心动了。但作为朋友身份的张兆宇又很没出息的心动了。第一次收到你的落日电台点歌，我们4个人的房车旅行是能让我记得一辈子的快乐回忆。我们在雪天的蓝调时刻玩雪，在房车里窝着一起听大家点的电台。起初以为你要点歌给别人，没想到居然点给我。今天我想给张兆宇点一首歌。你的声音和热我行搭配到一起，真的让我很感动。谢谢你的点歌。第一次一起看烟花。跟你待在一起的时候，跑在雪地里看烟花、看赛湖的星星，我是挺开心的。说出你的神灯许愿的愿望。从来没有想过你会问我关于我的心愿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很难实现？说实话，我发现你开始在意我了，是有点小感动的。第一次拥抱，这是我没想到的环节。借着拍摄的机会，我居然能和你拥抱，当时还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很喜欢拥抱，在平日里我需要的最多的肢体行为就是拥抱。言语总会词不达意，礼物难免不了衡量其价值。唯有拥抱这种近乎笨拙的仪式，能让我确信自己正在被真实的接住。你多长时间没有跟人拥抱？希望当时的你也有感受到我传递给你的这个能量。最后一次就是现在这一刻，这是我第一次和男生主动表白，同时这也是这段旅程我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我一直觉得人生的时机就像烟花一样转瞬即逝，错过了下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心动的冲动。所以这封信你不需要回应，也不需要有压力。我仅用此篇来聊表心意，告诉你我很喜欢你，告诉你我很喜欢你，这就是我的信。有点太感动了，有点太感动了，有点太感动了。还有了，我还给你准备了个礼物。昨天回去以后，给你画了好多画。哈哈哈哈！你怎么我也画了这个水晶球？掉到冰湖里的洞。这么冷，它藏起来了，给我玩躲猫猫了。这个，哇哦！这个是什么？赛里木湖。这是落日电台。哦。然后这个。哇哦！不是，你怎么这么会画？厉害吧？天哪！这个是去禾木的火车。太厉害了！
你画的这么好，让我怎么办呢？感动不感动？太感动了。其实我还有一个那个，我最好的创意被吹走了。啥呀？我给你折了一个手机支架，用卡纸给你折了一个手机支架。我最喜欢的东西。难道说要给我折一个吗？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手机支架？回去再给你折几个。这是啥？哦，这是壁虎是吗？我那天拍落水地视角的那个画面的。这是落水地，太搞笑了。对。然后这个是，那个啊，对，那天在车上说的那个是不是？哎，我给你看我在厦门拍的发的朋友圈。哦，南普陀就在我那边。对啊。然后这边就是我的图书馆，然后我就会在这个窗，就是这个窗户这里。就在这里。我平常就在这里读。一个箭头。太好笑了吧！一个箭头。OK， 然后大的来了，给你的写的诗。终于来了，终于不画笔了。哇塞，你的字儿也这么好看，大家真是旗鼓相当呀，绝配。憋了多少天能憋出这几个字儿呢 ？OK， 它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是照，烟花与繁星无法构成你，还得加上一点雪，美好的闪烁才能映照在持久的洁白之上。你并不直接照亮谁，可万物珍奇唯因你的目光而得以留声与显影。鱼第2部分鱼，音符与歌词无法代表你，还得加上自然中全部的背景声，宁静的律动才能贯穿欢愉的旅程。你并不给我们短暂的快乐，可世界的欢欣与柔韧不能没有你的频率。其实，在动笔的时候，我才发现。在这趟旅程中，大部分令我感到印象深刻且美好的回忆，好像都是与你有关的，甚至许多是由你主动创造的，以致产生一种我们好像已经认识很久的错觉。其实对我来说，来到这里的初衷是挑战自己，学会融入集体，学会感受爱和表达爱。我不想磨灭其他人的重要性，但是奈何这其中的每一个部分，没有你都难以实现。所以我必须诚恳地说，这段时光之所以美好，之所以能够圆满的结尾，对我来说，你占据了绝大部分的重要性，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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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怎么样？怎么样？说你文采好，一点没夸张。假的。一点没夸张，太好了，很用心啊！我本来寻思着你都不会给我写了，很感动啊。对我那个心愿，它不是没办法实现吗？心愿的话，你帮我追你呢，我就想了一个。你又想了一个，那可以。我本来想，那你说吧。我又想了一个。我觉得追男生，其实你不用追男生。因为你本身已经足够好，因为你本身已经足够好，你可以吸引。真的吗？那你有被我吸引到吗？当然有啊。真的吗？是有的。你有没有一瞬间心动啊？你有没有一瞬间心动啊？肯定有啊，肯定有啊。有吗？肯定有。有的，有的，有吗？有的。哦。所以说你想的第2个是啥？我当时想的是，如果说。等到我们这趟旅程结束以后，我要是想要更深刻的了解你，或者是去追你的话，你是否会觉得冒犯，或者是你排不排斥？其实我是挺愿意线下继续接触的，但是你不用觉得你是在追。就我给你画了那个
意思是我也会去厦门找你玩。哇哦 OK。哇哦，脸要笑烂了吧？你个，哎，等一下，哇哦。所以说，哎呀，我的手机支架没拿过来。没事儿，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剩下的我们下去说。可以啊，等一下，可以啊，我觉得 OK 啊。可以吗？可以啊。那走吧。啊，我，哇！找到了，在这儿。等一下，在这儿。等一下，哎，我的鞋又滑了。哦，在这里，这是你给我叠的手机支架。只要把它放上去就能架。哇塞，我这是有点感动了，这个我是有点感动了。行吧。这是我最需要的东西，我今天就用上它。那你先放兜里，那会儿吹跑了。哇，哎呀，你得，我得拽着你的，我这个下去好麻烦。往下走。哎呀！别许。哎呀，真的，这是月球表面吧？这是在地球吗？你轻点走。哎，我走累了已经。你踩人家脚印吧。踩你脚印啊？我看。我感觉这个不太妙。我感觉这个冰块不太妙。不是你稍微扶一下我。你扶我呀！我不是踩脚印吗？这对啊！哇塞，好漂亮呀！哇，这是很暖和了。啊！现在到考验你的环节了。不是你指挥吗？我还有个心愿，大家再淌一次血吧。再淌一次血。怎么样？再淌一次血。怎么样 ？OK。可以吗 ？OK。你跟我一块跑到那边，然后躺下来。行。走吧。走。哎。哇！走！哎，这个是不是有点深？这不太好跑啊！整个人要。我。哎，这里。来，直着躺。躺。哎，不是，这个是硬的，这个水是硬的。哇！哎，不是，这个是硬的，这个水是硬的。哇！可是这个水是硬的，我还以为我会陷下去呢。哇！来读信吧，快离我近一点。来，你躺近点。全部读哈。啊，这个题目，这个标题非常厉害啊！陪张兆宇度过漫长岁月。2026 1月14第一天，他很厉害，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吹口哨。富士山下。然后他是我的理想舞伴。不会跳舞？完全不会跳舞。最不会跳舞的组合。2026 1月16，还好。故事，有关我的故事，他似乎有些感触。有关他的故事，支教，敬爱的老师，可爱的孩子们，他的美好在于他为他人而梦想。你在踢我呢？2026 1月17返校日，跟他当了一整天的同桌，我们是音乐运动全能组合。活动让我看到了手机上的闪光点。他说能看见我的闪光点，感觉有点不可思议。2016 1月18，勇敢的人们。他邀请我当舞伴，很抱歉那天让他尴尬了。虽然跳得一般，但我们敢第一个站出来。最后一支舞，非常感谢他仍然选择邀请我。约定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要勇敢地跟随自己的内心。2026 1月20，对不起，今天的雪好似宁静的叹息。
他哭了，我也哭了。啊，你真的哭了？你没看到？我看到你眼眶红了那天。没有，回去我在那个。他说再也不跟我说一句话，所以说我写了很多字，但当时没能读出来。奇怪的是，美好又单纯的人们最终总能心意相通。2026 1月21，秘密，善良是他面对恶意的底气，因为他的善良，爱他的人将永远在他身后，给他无法阻挡的勇敢的力量。这样说话，气有点喘不上来。2026 1月22，小溪温暖的雪地，我落水了，居然有人这么担心我。我觉得真的很心疼你啊，这么冷，只有你的感受到的1/3，或者是1/4，或者是1/5。第一个看到我穿秋裤的女生出现了。其实也没看到啊。对，当时因为我裹了个浴巾。对啊，隐私保护。但是我的造型比较奇葩，还是好看的。我的心愿就这么实现了，于我的5分钟里，愿他能感到安宁。今天真的很开心，我想以我全部能量给他最衷心的祝愿。2026 1月23，公路之歌，有荒野，有雪原，有无尽的公路，有蓝调，有音乐，有我们，有世界。然后，曾沿着雪路浪，为何为好事泪流？世上有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他行？烟花与愿望，雪地与星空。我的许愿，他给我唱他最喜欢的歌。他的许愿，我给他写一首诗。烟花很短暂，但我们在雪地里躺了很久。我可以跟你说一个秘密，就是其实不知为何感觉可以跟他说一个秘密。2026 1月25日，偶像剧，我居然真的成了偶像剧男主，背叛的人下地狱。我们一直在笑，希望以后也是。这封信是对我很喜欢的一本书《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一个拙劣的模仿。其实我一直想用这样的平静的流水般的文字记录下自己的生活。然而非常开心的是，在这趟旅途中，我真的能遇到一个人。我们来吧。你能不能优先去看看？我想跟你跳。完全可以。但我们两个都很好。对，拉高。给这个作家鼓掌。哇塞，我有点心动了，怎么办呀？唐，好震撼！你快离我近一点。你该给我唱歌。然而非常开心的是，在这趟旅途中，我真的能遇到一个人，与他的经历能够写满这部漫长岁月。太感动了吧！你居然给我写这么多。啊？对啊。这还多吗？鼓掌！哇！不行，我手不行了。哇！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咱俩一人喊一句话。你喊啥？你喊啥？我的第一句是白羊和奥利，我好想你们。白羊和奥利，我好想你们。然后第二句是站场。哇塞，胡一阳他说他对我有好感了。胡一阳他说他对我有好感了。哈哈。第三句话。祝我们的万事胜意！哎呀，你不要抢我台词啊！你快点吧，你快点。祝张兆宇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祝我们都变得更加勇敢，成为更好的人。祝我们万事胜意！祝大家万事胜意！回呀！我怎么跑不动？哇塞，这也太厚了！这太搞笑了！哎，左边这里全是血。哎，哇塞，哇，怎么人家脚就这么浅？
哇， OK， 你猜一下今天几组能表白成功？肯定是小轩和七月嘛，他们两个肯定不会成功的。然后是恩恩和那个小新呢。灵活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姚家园，哦，姚家园，哦，太冷了，冷不冷？超冷。我也有点冷。看到今天这什么了吗？白马呀？你知道为什么是白马吗？为什么？因为今天我要做你的白马王子。今天我要做你的白马王子。你做我的白马王子。耶！今天你要做一天我的小新公主。本来想骑，但是她有点小个性嘛，我们就让她在这陪伴一下我们，见证一下我们。好。你在这场旅行之中照顾我真的超级多，所以今天我要勇敢一次，要照顾你一天，好吗，小新公主？可以啊，那我叫你什么？恩恩王子啊。OK。恩恩王子和小新公主是吗？对，那我们要不先坐这儿聊？行。哦。哎呀，紧张吗？还可以了。哇，今天我有给你准备东西了。来，哇，什么情书是吗？你猜很对。先看这个，这是准备的小礼物。哇塞！为了完成恩的心愿，备课到很晚的刘老师。然后。哦。怎么样？是不是还可以？然后还贴了一个贴纸。好可爱。好看吗？戴眼镜真的很帅啊。真的很帅。然后还有别的。我给你拆好了，这是这样的，等一下，等一下，还有小巧思。是的，你的唇印啊！耶！哇塞，很好啊！有没有被我感动到吧？有啊，你当时是怎么做的？就是我管赵瑜借的口红，我爱你，没有你我怎么办呢？你就对着这个纸一直亲是吗？对，爽到了吧？爽到了。哦，这不是那天我哈气。对，好看不？好看。还有就是我给你的一封情书。啊，准备好了吗？哇，你字这么漂亮！真的吗？谢谢你。啊，好。哎呦，还记得我第一天的自我介绍吗？我说我是一个很怂的人。我这个人还挺怂的吧，但这次我好像能摘掉这个标签了。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由无数个人拼接而成的。我想你留给我的那个部分，应该就是勇敢了。在感情的世界中，原本的我好像一直在角落里躲着，透过门缝中的光亮，看到别人的那一点点感情画面。太过担心和害怕，就在角落里面越缩越小。但这几天好像有个人在慢慢的拉开门，并把我从那个小角落慢慢的带出来了。当我想到有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小心翼翼的对我好，我真的觉得是时候走出那个角落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但即使没怎么主动过的你，也会因为我说我需要坚定主动的人，从这之后的每一天，吃饭都坐在我旁边。咱俩来吧。舞会上换位置站我旁边。来，我心目中今天的舞王。把得来超级不易的花送给我，即使有心事也要帮我拿雪板。你们俩怎么了？没有跟他聊昨天的事儿，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情绪吧。我知道有些事情迈出第一步很困难，所以这才让我更加能够感觉到你对我的坚定。我知道主动对于你来说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了你做出这些改变的时候，我真的也想要试着开始勇敢。
我很感谢你，小新。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你的出现，在我未来的人生还有没有机会能够打开自己，能够真的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内心，讲出那些一直藏在暗处的感情。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我一直以来都把自己的感情藏得很好，有时候明明超级心动，也要表现出无所谓或者嘴硬说才没有。其实我早在无数的瞬间对你心动了。其实我早在无数的瞬间对你心动了，在第一次吃饭坐我旁边的瞬间，你就坐那儿呗，然后我坐这儿刚好。OK。在邀请我跳舞伸出的那只手，在和你对视的那几秒，在你骑马回来找我的瞬间，太棒了！在你跑下车画在窗户上的爱心，在烟花下你流下的那几滴泪，在你无数次望向我的瞬间，你看一下窗外好吗？也在我看向你又害怕被你发现的瞬间偷偷心动。这趟旅程已接近尾声，遇见你让我感觉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跟你对视的每一次都会让我心跳反复加速，真的很希望这趟旅程可以长一点，再长一点。其实原本我真的非常讨厌冬天，但是因为有你，这个冬天真的变得不一样了。现在想到冬天，脑子中出现的第一个画面是和你站在烟花下，有你亮晶晶的眼睛和我们紧握的手，还有你脸颊的那滴泪。哭了。在这次旅行中，我真的被照顾得很好，也很幸运，这是我迄今为止人生中最难忘的冬。最后，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很需要被坚定选择的人，所以说谢谢你在我小回避的时候没有选择后退，而是鼓起勇气向我主动迈出脚步。我想我们小新老师都向我走了这么久了，我也该换位思考，体谅一下我们小新老师了。所以接下来的那一步，就由我向你走过去吧，就由我向你走过去吧。哎呦，又哭了。没有，风太大了。这个赛里木湖的风太大了。这个赛里木湖的风太大了。小新老师收好，收好。谢谢你。把手给我。我还有一个小彩蛋给你。你记得我有问过你说，如果给你一个手串的话，你想让它有什么能力？如果我有一串水晶的话，我希望这串水晶会代表幸运吧。然后呢？哎呀，我能不能给你太上？等一下。天哪 ！OK， 这串手串它是陪伴我最久的手串，也是我第一串手串。它给了我无数的心理暗示，让我能够很坚定，然后很勇敢，也给了我底气和安全感。所以说有它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很安心。但现在好像这些东西你都已经给到我了，所以说我想要把它给你，也希望说我能遇见你的这份幸运，然后传递给你。所以说以后也要一直幸运下去，好吗？以后也要一直幸运下去。其实我准备了很多小礼物，我看看。第一封信是这个，是什么？哇！这个幻想舞伴。我天哪！我记得当时你不是说你的幻想舞伴是一个可以说，请问可以邀请你一起跳一支舞的那种吗？你好，请问我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当然可以。太有心了，老师。我突然想到，我有预想到这种情况，所以我都留出来了这。第二个是第3天的时候，你的留言不是说，如果重新来一次，回到这个大巴车上，我会不会邀请你坐我旁边吗？重新回到时我们坐公交车，你会主动的坐到我身边吗？你会主动的坐到我身边吗？会。现在你就坐在我旁边，然后也就是这一次之后，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女生，算是一个我们这趟旅程的转折点吧。然后第3个呢是回到舞会那一天，我给你做了一个24K 纯金的手镯。不是，
真不是，这相当于我是那天选中了，你太牛了，选中了你的信物，然后我们就一起共度了那舞会的那一天。好，可以。我其实本来想跟你说，就是这5个小礼物是篡改，就是这趟旅程中的一些小遗憾。但其实我又想了一下，篡改任何的一个遗憾，可能都结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这就是今晚上拍的那个照片，真的好美啊！咱们选的好好啊，真的好浪漫。但是你不是来旅程之前说你最想要骑的是白马吗？所以今天就给你准备了一匹这个白色的马。那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是不是？没错，我自己也有一匹马，我还有第5封信，要不我站起来给你读吧？好。哇，写的蛮多的。你刚才读的时候竟然没哭出来啊！to 姚家园，你好恩，你好姚家园，今天我想正式的叫一次你的全名，因为你占据了我这趟旅行的绝大部分记忆，我的所有最真情实感的心动全部都有关你。我想先说说我心中的你。你是一个表面坚强、内心柔软、敏感又细腻的小女孩。虽然平时我们总是拌嘴，像2个不服输的小孩。他每次玩是直接从上面拍。可是彼此都悄悄留着最温柔的触角，总能在对方需要时稳稳接住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这是我愿意珍藏的真实相处状态。而更加值得保存的是我们被记录下来灿烂又生动的瞬间。因为我们在误会里变得更坚定，在赌气中变得更勇敢。这是属于我们专属的奇怪默契。我还想和你说一声谢谢，在大家眼里，在大家眼里，我这个人总是看起来傻傻的，很乐观开朗，活在当下又不在意结果。其实是因为我习惯了期待落空，所以慢慢就不敢再对什么事情抱有幻想，好像少一点期待就会少一点失望，这样比较简单。所以我总喜欢把幸运挂在嘴边。因为我认为在什么都不期待的日子里，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馈赠，而在这趟旅程中，我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了你，我开始重新对一些事情抱有期待，期待你的留言。你现在又偷看我，你现在又笑，期待和你分到一组，吃饭的时候能和你坐在一起。特地给你留的位置。这是特地给我留的吗？当然。谢谢你，让我递出去的每一份期待都有被稳稳接住的可能，也让我感受到了20岁最纯粹的心动和喜欢。我知道，当我写下这份信时，你也在为我准备礼物。但其实我什么都不想要，因为我从未如此相信，和你相遇就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和你相遇就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和你相遇就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谢谢老师，好荣幸。OK，荣幸。我们俩有点脑电波，还是3、2、1，对你很有好感。我对你也有好感。那你觉得我会让你感到更幸运吗？当然，现在已经非常幸运。我也很幸运，太开心了。自从第2天之后，就一直跟你，每天都是跟你出去玩，你是最有面子的女生。我要哭了，好感动啊！哎呀，我的妈呀！然后我也有一个东西送给你，什么？和你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啊，然后也是说代表幸运。以后也要一直幸运下去。为什么我们俩总能想到一起啊？对，然后我觉得它确实给我带来了最大的幸运，然后我现在就想把这个幸运送给你。我就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有点愣头青，然后我感觉有些话要是不说的话，我会遗憾很久。你要说什么？我很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很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我很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来，抱抱，抱抱。哎，辛苦了，辛苦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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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真的很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好了，好了。咱俩都真的很不容易。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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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把你带上吧。来吧。也是很浪漫呀，我们。就是有点冷。来吧。好。OK。我们在这马旁边合张影吧。来吧。你有注意到我的校牌吗？注意到了呀。你为什么没有？对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呀？不在我这儿。肯定在你这儿啊。好，真在我这儿。来，你为我别上吧。来吧。我终于有名有姓了。你终于有名字了。原来我叫刘志新啊！我天哪，第一次知道。好。好，我们现在又回到开学的第一天了。嗯，走。好幸福，好幸运。你有想过我会说最后一句话吗？我没有想过。那你有想过你会答应吗？我有想过。真好呀，真开心了，脑子一热就做出了这辈子最正确的一次选择。我可以为了你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哇，太牛了！以后这一段回忆就永远封存在赛里木湖了。你在第一天的时候有想过，就是20天以后就是这样的结局？完全没想过，第一天最不可能的那个，我是最不可能的。是的。为啥？因为这个人很臭屁啊。什么叫很臭屁？这什么形容词啊？不是很开朗吗？就很虚是吗？我就觉得这个人太自信了，怎么这么自信啊？然后一天我们走向那个乐园的时候，你嫌我吵，你叫我小点声叫。我没有，我是说你老觉得我害怕，但其实我每次叫是因为你叫，所以我才吓到了，不是我害怕。然后你每次自己叫完，然后还转过来说我害怕。你别叫，你一叫我就害怕。你在叫，哎。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其实。没想到现在站在这里是咱俩。没想到你会如此的幸运，就我想到过这趟旅程会很幸运，但没想到就是你是最幸运的那一个。你就知足吧，好吗？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你知足。12个人里头，你是最幸运的那一个。我都骂你多荣幸呢，我站你旁边。哎呀，给你推下去。我的荣幸。荣幸对了。开心吗？开心。刚才怎么样？有没有被感动到？太感动了！哎，你有想过我真的会说的？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也没想到过。我就说实话，我自己没有想到，就是有的时候脑子一热，一冲动，但是不后悔，我从来不后悔，永远不会后悔。好，没说才会后悔呢。期待一下我的隐藏造型。我要不行了！妈呀！哇，我要累瘫了。西装风，它是我准备好了。QQ 秀的主人公怎么还没来啊？我给你搭好了。
我要穿这么多吗？就是我选几套，然后你出去换，然后你每换一套进来给我看一下，然后完了我把这墨镜给你箍上。你想穿哪一套或者？我觉得都很好看。去吧。好。周周，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这两天知道。哦。哇，手很巧啊。看起来又幸福上的女孩，开心。哎呦，怎么感觉不咋地呢？这套，哎呦，挺好看呀。给你理一下，这个地方没穿好。来，我给你搭一下。哎呦，展示一下你的 OOTD。点评一下如何？就是上短下长啊，很好看啊。谢谢。你直接换这个外套再试一下呢？让我看看。Show time。这套可以暂留一下，给你拍个 fitting 照。好。不喜欢吗？什么表情？啊，不是冷酷吗？其实我想让你换白 T 试一下，然后你裤子你也换成这个吧。如何？你看我搭的如何？哎呦，还给你装上了。喂，怎么那么上镜啊你？我对这套目前来说比较满意。然后你要不再背一下我的炸药包，叠一个单品。这确实有点炸药，但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再这样，哟，有点尬。如何？哇塞！是吧？给你拍的有2米高。OK，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隐藏任务，我可以给你读第3封信。To 李佳凯，总体而言，很感谢你对我的喜欢，让我有坚持下来这趟旅行的动力。也感谢你让我感受到爱情中被爱的感觉。虽然平时家人朋友对我的爱已经很多了，但我还是觉得被爱的感觉蛮爽的。我们之前也探讨过情绪价值这个话题，我觉得你还挺会提供情绪价值的，我再接受一份也不吃亏。然后再分享一个我最感动的瞬间，就是你说你来这里把很多时间拿来和我接触，没有那么考虑和其他男生要搞好关系，我觉得这点真还蛮打动我，蛮真诚的。虽然会觉得你有点恋爱脑，但我能感受到你是真心的喜欢我。要为你操心一下，希望你和我接触的同时也能搞好友谊，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在某些方面友谊比爱情更伟大。然后来这次旅行，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我不太需要改变，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状态。但后面经过几天相处，我才发现我需要直面自己的情感，承认自己有过的一些心动瞬间，放下包袱，自然的和大家相处。感谢这几天相处，让我有些开心、不开心、复杂、矛盾的瞬间，这让我感受到一些真情实感，让我变得更感性了一些。有时候直面自己的问题，才能让我有所进步、成长。所以我觉得来这趟旅行给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我成长了。说完了我的感受，再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认为我们之间朋友占70%，我对你的恋爱意向占30%。之前也跟你说过，明确表达过我是一个做出决定会很谨慎的人。在火车上我就表明了，我不可能在旅行过程中的这短短10几天内就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旅行结束后再多接触，在一个日常的节奏里，理性的去思考我们是否合适。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找一个和我底层相似、表层互补的人。表层互补则体现在你的傻白甜可以中和掉我的焦虑。
大方向深刻的问题，其实我已经了解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剩下一些相处的小细节，那就交给时间吧。最后我想说，下次我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你会来开车接我的吗？好啊。不要太爽了，表情。然后我还有一个小的礼物要给你，但是可能有点压坏了，不准偷看哦。你猜一下这是个啥？我想想，小狗。但为什么这边是棕色？这是尾巴，这是舌头，这是耳朵。我看得出这是舌头，这是耳朵，尾巴长在脑袋上面。喜欢吗？谢谢你，喜欢。就是好像确实很难保存。没事，我会放在家里的，把它放在和我收藏的一个柜子里。谢谢你。不要太开心了。你平时居然看这么萌的书？就是我那个初中的时候嘛，我觉得是。那你承认你是狗素吗？我不知道啊，又问我这种问题。那你这还有狗狗的誓言不忘为狗的自豪感。是从小就给自己一个定义吗？又设定上了。那么小你就看关于这种恋爱方面的问题了？他书上写的，又不是因为这句话我才买的这个书。橘子。天哪，天哪，太厉害了吧！买这么多蘑菇。先洗吧，先把这洗干净吧。我来吧，我来吧。你说你最喜欢吃的就是这道菜。你知道我最喜欢吃蘑菇炒橘子了。真的？不能吃，不能吃。你也想吃吗？你也想吃橘子炒蘑菇吗？猫？怎么做？先加水啊。没水在烧什么？这是盐是吧？我们是手撕蘑菇吧？好甜啊！好会剥橘子哦！哇，这厨艺如何呢？我还有点看不到，我要踮一下脚。我来。好香啊！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哇！你用手抓？盐都是用手抓的。你觉得好玩吗？我来。干嘛？我给你做。好，抬起来，抬起来。这个要吗？香油。酱油是灵魂，我觉得。哇，好香啊！拌，搅拌。我有摆盘。哇，还挺好看。必须的。还挺艺术的。葱花。哇，有点东西啊。然后呢？大功告成，请。好吃吗？挺好吃的，真的挺好吃的，真的挺好吃的。真的挺好吃，对不对？当然了，毕竟是我做的。哎呀，我想拍一下，采访一下，这道菜是谁做的？这道菜是我们一起做的。你给它取个名字，就叫蘑橘吧。哦，蘑菇和橘子是吗？蘑橘。还愿吗？其实我感觉我们那个画已经差不多了。哇，这叫差不多。我就跟那个差不多。你来涂吧，把这个全部涂嘛。你就直接涂这里，就这样，就开始指尖的艺术了。
你这样涂就可以。我给你压着。我觉得涂这个可解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喜欢做手工，而且很有成就感。怪不得我会画。来。哇哦，这是。这要是缺一点的话，就把这个点上，是不是好一点？它这个底下是不是还有一层血啊？再用刮刀加点白色。要不直接给它来一条？可以啊，你就大胆的往上加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美纹纸在这里贴着，它不会撞色。哎，还可以，能加上。OK， 就这样。再加一点呗，这不是还有一道？到那就没了。哦，严谨这一块。OK， 是不是好一点？白上白色，稍微涂一点，然后拿手指头抹得了。这样，然后使劲涂，把这个给揉进去。还行。真的吗？对，不错。吃饭，就昨天的位置吧，咱俩。我想坐中间吃点菜。那走，你坐这里，我坐这里。我每天都这个状态。我觉得跟小胡和赵宇今天坐一块了，也是进步的一大步。那个妍呢？妍，美死了妍！哇，走秀来了！哇，真好看！改了一下。快吃吧，朋友们，人到齐了，吃吧。谢谢。不好意思，螺丝。来觅食了。哎，你手上这是啥呀？怎么突然多了一个水晶啊？这你能看到？这在我衣服袖子里面能看到。那你怎么不看到他脖子上呢？哦，脖子上我以为他自己买的。我送的。牛吗？牛。那你俩那视频还蛮好。他头发一直被风吹起来，因为后面那个你要这样的，然后拍完之后我就这个样子。我们还好看吗？嘿嘿。然后我今天给小胡拍蛮好看。让我看看。可以。所以小胡有被你感动哭吗？你有被我感动哭吗？哭了，但看不出来。你把我的手机支架给我。我手机支架。啊，你做的吗？对，他送我的是礼物。哇，这样就可以看剧了。这里没摁下去。这不行啊，你还得再改进一下。OK。这一块 ，OK， 我这样可以站住。OK。所以他送你的画是啥？他送我的画。他的可以展示，我的画太丑了。你哪里丑了？挺好看的，哪里丑了？这个是他画的。哇，厦门塔。这好好看。就是我去那个厦门旅游，然后发了个朋友圈，然后他说他刚好就是在那个照片里面的图书馆的自习。你俩送彼此还蛮默契的，你们应该也成功了吧？是吗？你们应该是在一起的状态了。你吃腊肉吗？是吧？是吧？不吃腊肉，吃那个。怎么不说话？咋不说话？哎，我刚要说学校个7月呢。我喜欢吃那个。咋转移话题呢？今天不觉得穿搭变化很大吗，各位？我以为。那你猜我送了他什么？墨镜。你送了他潮男的人设。是的。哦，今天是装扮他，是不是那个？装扮他。怎么样？打个分。帅是一种病，染上山要命。刚突然站起来是在展示自己的 OTT 吗？很帅哦。大家现在这么帅，搞得我很这个格格不入。你也很帅啊，你也很帅啊。所以你送的是那个，还是那个 OTT 和狗素啊 ？OK。认出来那个没？他认出来那个没？你猜一下，我猜没猜出来？你应该猜得出来吧？对啊，做的那么像。还是会吐舌的小狗。你
你不打算给狗宿买一个座位吗？就回程的飞机上，然后把狗宿放在旁边，把它好好的系好安全带，让它安全的回家。他不懂，我们都很珍贵，这是个礼物啊。我挂胸前，那为什么会被压到呀？被谁压到？被谁压到？挺后的人啊。这么亲密吗？我还要米饭。要。你知道他送我什么？什么？你猜一下。什么？他织的围巾。啥时候织的？我不知道。他说他织挺久。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每天回到房间就看他坐那织围巾，白天起来，早上起来也是织围巾。跟你说有惊喜吧，今天。凯凯也很努力的，昨天睡着了，手上还拿着笔呢。真的，我还有那视频。我们严总也很努力，看着你一晚上没睡，真没睡，一晚上都没睡。赵宇昨天就睡了1个小时就起来写信了。我有考前焦虑症，你们知道吗？你觉得这场考试能考多少分？哎，你觉得这个考试考多少分？100分吗？100分吗？哇塞，这是最后一顿饭了，此时就应该跟白耀和奥利打个视频电话。但是无人有他们的微信。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怎么了？我的手机去哪儿？给你打个电话要不？你不能看。我给你留一个，怎么我手机响了？哦，在他兜里。我天哪，吓我一跳！我心想你怎么会知道我手机号打到我这儿来？就是你把手机放我兜里了。我笑死。我们一起上搜看看瞬间吧。好。好呀，好呀。看一看。哇塞，我这个瞬间非常的狗纸。真假的？可以啊。哇，你把小胡拍的好好看。本人发3张照片全是小胡。哇塞，这拍的很有那感觉。哇，你们这画刚好是个9宫格哎。王雅今天就是文青。赵宇，音乐与歌词无法代替你。哦呦，烟花与繁星无法构成你。哇，我说他有文采吧，蛮有文采的，写真好。哇哦，哎，这个小贤也是，他说他愿意。我发了。哇这个好甜啊！他说他愿意，哎呦，甜死了。这次出来玩好开心啊！可以一起看赛湖的风景，希望大家都能遇见懂你的人。哇哦！哇哦！收到了特别的礼物，奖状，很满意，很满意，特别满意。还行吧。周这个围巾很好看啊，是吧？是吧？我说我天天戴身上。NG 也太搞笑了吧！别笑，就这么一张合照还是这样的，我哭的太丑了。哎，我看看，让我看看，我开心一下。开心了。哎，好有氛围感。就是哭的太丑了。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太有情感了。为什么感觉我表情管理失败了？你们这好美。很美啊！以后上搜看到这些瞬间，就会想起这段旅程。哇哦！少年们，本次旅行的最后一张拍立得，就留给你们此行还没有过合影的人吧。我先放。赵宇拍的。为什么呢？我也觉得。就是我们就是第一天之后，好像就。严帮我们拍吧。好。3、2、1。那我邀请你周周吧。行。那我跟妍妍拍吧。咱俩这么不熟吗？那我邀请新闻吧，因为你是比较后面来。啊，我邀请你。哎，好，我们后面就没讲过话了。邀请7月吧。行。哇！这个模。你们能模仿吗？你们能模仿吗？来！我来帮你。来嘛！我要加入你们。来吧！突然男团了。把白药 P 到这个位置，我假装搂着。假装搂着。3、2、1。留高领位。来吧，3、2、1。哇！好好看。
听留言啦！好，走，冲！哎呀，蒙我。都到齐了。没有，白瑶和奥利意识同在。最后一次听留言了。哦，时间过好快啊！我先去。哦，真的。真的。好有勇气的小女孩啊！终于第一个听留言。你好，恩恩，我是你的男朋友。你好，恩恩，我是你的男朋友。哎，说出这句话的还是有点小害羞，但是这是旅程的最后一个留言，也是我以你男朋友的身份给你录的第一条留言。怎么样，是不是很有面子啊？咋了？笑成这样，令人心动。哎，不过其实我想对你说的话，也今天都已经在信里跟你说过了。然后未来呢，我们肯定会有很多话要说。现在，我想再次喊出那句话。为了你，我能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为了你，我能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为了你，我能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这留他啥呀？能笑成这样？然后我今天留言的最后一个邀请吧，就是完成那个幻想舞伴。听完这个留言，就请你把手伸出来，然后让我上前去邀请你完成我们这趟旅行的最后一支舞吧。我放下。完成我们这趟旅行的最后一支舞吧。OK。哎呀。来吧。来吧。哎呀，它是有音乐的。啊，还有音乐。有一个。鸡犬。哇哦，两个人戴着耳机，两个人的舞蹈。怎么样？来吧。好浪啊！对啊，来，你说怎么跳？来。那就回到第一天了。你好，请问我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当然可以。 OK， 来吧。十指相扣，梦幻舞步，太梦幻了，好默契啊！转一圈。哇，美。 OK， 抱一个吧。哇，好幸福呀！你去听一下，你去听一下，这么开心，间歇性高冷，爽到了，已经爽了。Hello， 小新，我是恩。Hello， 小新，我是恩。今天是给你的最后一条留言了。其实我非常的不舍和难过。我真的觉得这场旅行像一场梦一样，很不真实。哎呀，包括说今天雪原上面，然后你跟我告白，我很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到现在我觉得说，我愿意。现在以后我人生中会有小新这个人，让我现在觉得也很不真实。其实我昨天有跟你讲过，说我可能只会走那么半步，但是没想到我先比你勇敢了一下。所以今天我要勇敢一次，要照顾你一天，好吗，小新公主？可以啊，那我叫你什么？恩恩王子啊。OK。有没有让你措手不及呢？这还是眼神在拉丝，你在干嘛？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语言了。没有啊。我记得之前你有留言问过我说，什么样的行动能让我心动？我也想跟你说，就是只要你是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让我心动。
我有留这么长吗？还有，我现在想跟你说一句很大声的，就是刘之欣，我真的超级喜欢你。我感觉这是我非常非常勇敢的一次，然后今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就这样，再见。刘之欣，我真的超级喜欢你。我没听清，你能再说一遍吗？我不要，我真的没听清啊。我不要。好了，我讲。刘志新，我真的超喜欢你。刘志新，我真的超喜欢哇！你。哇！少翻了吧？少翻了。我天哪！爽！我天哪！让你爽到了！爽到了！太开心了！我最后一条留言听到这个真是惬意啊！今天让你有面子，因为你是公主。你那个腮红简直是，还需要腮红吗？就几代的。这是腮红吗？这不是自己脸红了吗？心动的时候啊，讨厌你们。哇！凯去了。这个墨线要一直纹在身上的感觉。Hello， 我是妍妍。其实最后一条留言，我想了很久，到底要留给谁？最一开始我想说很多问题都已经表达清楚了。想了很久，其实我最想留言的对象并不在现场。啥表情？其实我最想留言的对象并不在现场。以为幻听了是吗？没了。啥情况？何以为？哦没事，没事。没有。其实我最想留言的对象并不在现场，奥利，我很遗憾没有和你成为好朋友。我们前几天的相处都因为同一个男生感到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较尴尬。很抱歉，我不太善于表达，也没有及时捕捉到你的情绪，让我们之间有了些隔阂。本来那天晚上我是想找你聊聊天的，因为我一直都很欣赏你的勇敢、善于表达，你真的是个各方面非常优秀的人。但就在我下定决心准备找你聊聊天的那天，忽然得知你不得不离开这场旅行，很遗憾还没有和你成为朋友，大家好，拥有更多美好的回忆。希望在春暖花开之际，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我们都很想你，奥利。你怎么这么好？好。感觉又开始在拍大片了，很美。嗨，张小妍同学，这里是李佳凯，最后一次留言，我想用大名叫一下你吧。很开心和你一起度过了这次冬日旅行，心情总是跌宕起伏，不断挣扎。但是在我发现不去追求，那个所谓的百分比之后，那堵气好像疏通了，一切都变顺了起来。感谢这些天的拉扯，让我们都变好了。今天下午回来去换装，我给你把刘海撩起来看一下。第一次被喜欢的女生搭配，这也是我喜欢我想象中的场景。感谢眼望实现。妍的实力那肯定就不用多说啦。今天给我美了一晚上，我很享受和你在一块的时光，和你在一起，我总能去探索一些未知。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就像被打翻的调色盘，虽然看上去颜色很混乱，但是总能出现一些美丽而且意外的颜色。总之，在这趟旅程中，很感谢遇见了你，感谢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
我现在可以回到我自己，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啦。那么最后，祝愿你天天开心，去做自己想做，并且一直保持对它的热爱，去成为你自己，去帅翻所有人。请言继续酷下去。问题呢？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上海逛街，那你就想一个拍照手势，可以一块拍。最后，我想用，第一天留言的那个问题再问一下你。旅行的最后，你现在想用什么颜色来形容一下我呢？我想想。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上海逛街，那你就想一个拍照手势。逛街的话，我肯定很乐意，因为我本人就很喜欢逛街。拍照的话呢，那就这样吧。你现在想用什么颜色来形容一下我呢？那个颜色的话，我觉得可能是30%的彩色，70%的白色。会用白色，因为白色的代表位置是一片白纸。30%的彩色，70%的白色。好。Hello， 妍妍，我是恩。Hello， 妍妍，我是恩。很惊喜吧？没想到是我吧？其实我在第一天就有说过，我想给你留言，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的。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在这场旅途之中，我能够遇到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也就是你。世界上另外一个我。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羡慕你的洒脱、优雅，还有帅气，并且当我看到说你从最开始很封闭自己内心在自己世界里的小女孩，到最后能够问出那些勇敢的问题，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我也很佩服。感觉妍怦然心动了。妍听留言笑得最开心。听你的留言比听凯凯的。我也想说谢谢你，因为你在这场旅途中带给了我很多的开心、快乐还有感动。如果没有你的话，这场旅行可能也不会那么的有意思。然后我想对你说，勇敢大胆的继续表达你的内心吧，因为你这个样子真的很帅。谢谢。哎呀妈呀！要天天开心哟！抱一个，抱一个。哎呀呀呀！世界上另一个我。好娇羞啊！抱一个，天天开心哦。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哇，我第一次收到2条留言，必须，终于让我爽到。那我去吧，来吧。最后一舞了，不是已经舞完了吗？最后一舞。你好，小璇，我是七月。今天是1月26号，也是旅程中留言的最后一天。虽然这个是旅程的结束，但是我感觉也是我们的开始。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留在旅程结束以后慢慢的说。感觉今天最开心的事是给你分享了我在旅程中的小感受。你的信我真的特别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真诚的男孩，也第一次这么坚定的被选择。好妙你！其实你的信我听过了好几次。我喜欢你七月，就是简单的想和你在一起。但因为今天风实在是太大了，我的眼泪一流在眼眶边，然后就被吹走，真的很可恶。虽然你的那句话我等了很久，很着急，但你还是说出了那句话，我也坚定的给你的回答。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好，我愿意。好。怎么就让你这个小子得逞了呢？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无论这个速度是快是慢，你要相信我一直会坚定的选择你，并且对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对的。
我今天的问题是，这是我未来的女朋友戚雨月，这是我未来的女朋友戚雨月。哇，我未来。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了吗？现在不是吗？现在就是可以说吗？可以。就是回到第一天怎么介绍他。如果你带着现在的身份和记忆回到第一天，你会怎么向大家介绍我呢 ？Hello， 这是我未来的女朋友戚雨月。搞这么甜啊！搞素了。哎呀，去吧，来了。啊，来就来了，毋庸置疑了，去吧，去了。看他们俩好爽啊！你们俩有多爽？Hello， 七月，我是小轩。然后这应该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最后一次，留言了。对，就感觉真的过得好快。然后今天我跟你一起完成了很多可能旅途中的小遗憾，我也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感觉在这最后一天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我今天的信可能写的有点丑，但是真的都是我的真心真意，希望你能感受到。然后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特别的一天，因为我们在一起了。今天我在读信的时候就差点流泪了，但是后面听到你的信，好像是我在这个节目里第一次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就是原来真的有人可以这么坚定地走向我，但是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感动，非常快乐的吧。然后其实今天我想留的话也不是很多，因为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们终于可以正式的每天的陪伴对方，每天可以聊各种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去体验新的东西。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在这个旅行中遇到你，从每次留言从开始到现在，然后我也想跟你一直走下去。我觉得你应该也挺坚定的。然后我今天的问题就是可以喊一下我的全名吗？就这样，再见七月。你好，戚雨月。可以喊一下我的全名吗？潘伟轩，潘伟轩。好，戚雨月，那我们吧。哇塞！哇塞！哇塞！还有一个拥抱。哇塞！我给他准备的问题非常之犀利。Hello， 晚上好，小虎，我是张兆宇。今天在冷风中听到你给我读信，让我很感动。有关我的故事，它似乎有些……原来你真的有在认真用心的准备。我很喜欢你写的那封信和那个很好用的手机支架。我这是有点感动了，这个我是有点感动了。行。以及当时你向我许诺的那个诗，没想到在你的视角下，我居然是这样的。我能够让你感受到这趟旅途的美好，意识到我自己对你的作用还挺大的，这点让我非常开心。而且你的字写的真好看呀！突然感觉你今天的火热味儿，是旅行以来最浓的。最后这趟旅途听了太多你残酷的真话，接下来想你回答3个问题。我们少爷终于笑了，我们少爷终于笑了。少爷在思考。OK， 第一个是不冷，然后第二个是有一点点没有，然后第3个是有一点点不喜欢。
趟旅途，听了太多你残酷的真话。接下来想你用能够让我开心的假话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今天冷不冷？不冷，没有20。好狼狈啊！第二个，一起躺在雪地上的时候有没有心动的感觉？有一点点没有。第3个，你喜不喜欢我？第3个是有一点点不喜欢。等一下，我还要再追加一个，以后还想不想继续跟我接触，用留言的形式？不想，不想。OK， 那就是想吧。我猜到了。你再听一下呗，一样啊？你再听一下。我听完啊？是吗？他给你留了一个。不是，这规则怎么不早跟我说呢？竟然冻成傻白甜了。好，他俩是好磕的。易阳你好，我是小轩，这是节目里第一次给你留言，因为我觉得你在我这个旅行中也真的占据了非常大的一部分。显然小轩能让少爷笑得更开心。第一次见你的时候，确实我会觉得你好像比我还要内向。Hello， 我叫潘伟轩，你可以叫我小轩。好，我易阳，可以叫我易阳。然后我也会可能那时候不自觉的可能挑起一些话题。你要那来一个吧。谢谢。哎，我帮你吧。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就很好相处的人，所以后面我也会想要跟你一起住，想要跟你一起玩。可能你平时话也不是太多，但我觉得你也会关心我的感受，也会在意我的情绪。对我来说，可能朋友也不用每天在一起，偶尔的关心或者是一些默契，我觉得就真的非常足够了。没事，我都是支持你。其实我知道你真的也是非常的真诚，不用在意别人觉得可能有些时候你不太会表达或话比较少。真正了解着你的人就会知道你的幽默，知道你的好。反正易阳，你真的是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人。如果你也觉得把我当兄弟，我们就抱一个吧。来吧，来吧，我要抱2个小时。哦，来，哇！怦然心动的兄弟们又来了。哎呦！够了。真好，真好。随便找耶。今天这么长。赵宇你好，我是小胡。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就像是一块石头，虽然是外冷内热，但是一开始就是会习惯性的封闭和拘谨。所以说还得再说一遍老生常谈的话，很感谢你愿意了解我，让我能够慢慢的融入和打开自己。但是有时候我的外壳过于坚硬和固执，包括一开始我觉得我们2个并不合适，所以我会表现得蛮冷漠的。但是随着我慢慢的放轻松，开始打开自己，然后有了一些成长，我觉得我可能会有所改观。因为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快乐。其实也开始变得更加想了解你，相处时的氛围也在慢慢的变好。但是呢，旅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其实还是蛮想继续和你了解接触的，因为不知道生活中的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所以说之后再见吧，我会去厦门找你玩的。当然我现在也不知道会发生些啥，我也肯定会非常真诚的对待我们之后的相处。最后的最后，如果你觉得我的想法或者说这样的节奏是 OK 的，请你回复一句中。中哦！等，我就知道这个时长不对劲。哇塞，真的要给我留言了吗？谁啊？你像一颗星星一样，
闪闪发光地出现在了我的旅程里，热烈、勇敢又真诚，让我觉得我很幸运可以遇见你。谢谢，没关系，没关系。偷偷告诉你，其实我感觉一开始最难接触、最高冷的人是你。我好像已经忘了我们到底是怎么开始熟悉起来的，但其实记忆最深的是在第2天，我在集市给大家买了戒指做礼物的时候，我在晚餐送给大家。是吗？好喜欢你，那你有给自己买吗？我没事。然后你就把自己手上的戒指摘给我，你不知道其实那一刻我的心里有多感动。你送我的戒指，我能一直戴着，旅行中的每一天，我都在戴着你送我的戒指。我的室友，你永远在我身边，第一个考虑到我。你像一个闹钟一样会叫我起床，然后我又容易着急，但你会告诉我慢慢来，不着急。我每天睡得很晚，你也不会觉得很烦，也不会嫌弃我。我好像已经习惯了你天天在我床边，然后你会诉说着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明明你也是一个特别脆弱敏感的小女孩，却经常在大家面前展现出你最积极最可爱的一面。只要你在，其实大家都会很开心。可是我想对你说，张兆宇，我永远都会是你最安全的角落。只要你有情绪有心情，你完全都可以告诉我，依靠在我的身上。既然是留言的话，那我就小小刁难你一下。现在请你唱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踮起脚尖，提起琴键，让我的手轻轻。哎呀，我最看不得你哭了。哎呦喂！哎呦喂喂！哎呀喂！对，今天就是让你哭。在那里。有点感动。非常幸福的一天，家人们。哎喂，又幸福了女孩，又幸福上了女孩。Hello， 你好呀，张新文同学，我最后一条留言留给了你哦。今天是幸福浓度含量很高的一天，我真的没有想到你送我的礼物是围巾，一个我自己织的围巾。你自己织的？对。真的假的？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别人手织的东西，因为是你，所以这条围巾对我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我说了，我会到广州都会一直戴的，这可不是在给你画饼哦。总之，今天这么幸福，真是多亏了你呀。因为我的性格可能会比较敏感和细腻，所以这2天我感觉好像，我们2个相处热烈的浓度没有前1-2天高了。就比如说昨天在卡车上，大佐老师问你对我的好感有没有达到喜欢这个程度，当时你说其实还没有，后来我就紧跟着说我也还没有到喜欢的程度。其实这个说法有怄气的成分在，还有很多这样的小细节会让我感觉好像我喜欢你比你喜欢我更多一点点。但可能我在感情里面有时候是相对需要高浓度情感需求的那一方。如果你以后
还想继续了解我的话，就过来帮我系一下围巾吧。就这样吧 ，over。我不太会系，这样子。哇。不，这样子。然后。OK。行，我放心了，我去听你的了。女孩笑得很甜呢。Hello， 周周老师，我是新文。今天很谢谢你准备的小惊喜、小巧思。我看到红气球的第一时间就想去找你，但是好像中间出了点小差错，让你在寒风中等了一会儿。这对吗？这不是大哥，太远。在这里再跟你道一声歉。还记得水晶球约会那天，你拍了我肩膀吗？今天轮到我拍你肩膀了。哦。好了。小狗脚，好萌啊！今天第一次看你穿上校服，穿上校服的你很漂亮。然后还记得你今天给了我一个让我和别人不一样的身份吗？那个小点头。小摸平板。小荒郊。结束。既然有了这个特别一点的身份，我在想，我对你的称呼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一点呢？如果别人都叫你周周，我是不是可以叫你小米粥或者八宝粥呢？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节目结束录制后的第一个周末，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呢？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在哪个城市吗？有机会的话，我想和你在那一天见一面。拜拜。小摘耳机。广东省东莞市沙田，后面的我下了再跟你讲。不行，必须现在讲。几栋几号吗？开玩笑，开玩笑。好的，谢谢你，我会期待的。小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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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乌眼睛。小乌眼睛。哎，结束。OK， 走走走。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哇！哇！跑起来！跑起来！哎，你看奥利他们，哎呀，奥利啊，这里，划水，抓星星，一起开，接上，来，耶！今天有主持人吗？哇，还有主持人。现在请大家落座。好，走，好，我坐这儿吧。白佑与大家同在。随时开始啊，朋友们！让我来介绍今天毕业歌会的主持人，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刘志新。哇！Hello， 大家好，
我是今天主持人刘志新，然后非常开心能在这趟旅程中与大家相遇，然后大家现在此时是什么心情？开心，好不舍，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好快啊！然后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其实后面今天白耀和奥利与我们同在，好帅非常感啊，动，好漂亮，竟然还选了那么好看的2张照片。那我们现在直接就进入正题吧，有没有人想先上来，对吧？发表一下自己这趟旅程的感想。新闻。掌声有请新闻同学。我发表一下我这趟旅程的感想吧。今天是我加入大家以来的第7天，也是这趟旅程的最后一天。因为我以前有过当2次插班生的经历，所以我对于以这样的方式中途加入一个集体是有一些抵触和胆怯的。我会担心我的性格有点慢热，会让我有点难融入大家。但是当我见到你们之后，我的礼物那些担忧在第1个晚上就都烟消云散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人。我觉得在2026年的第1个月遇见你们，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幸运的事情之一。以前的我会觉得，在人群中表达自己的一些情感，说一些比较肉麻的话是件对我来说有些羞耻的事情。如果我坐你旁边，你会？我会很开心啊。可能现在的我还是没有办法特别大大方方的做这些事，但是已经越来越敢于去尝试。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成长，所以就特别感谢大家，也特别开心能遇到大家。那你现在其实可以 cue 一个人，让其他人上来，然后 cue 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人吧。周周想上来吗？可以啊，可以啊。OK， 我来。那就有请周周。因为我唱歌比较难听，所以给大家写了一封信。那请允许我轻轻拨动时间轴，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有关周周的怦然之旅。关于友情的时间轴中，我可以看见7月、赵瑜、小胡还有小轩在绿皮火车上强打着疲惫陪我聊天，带我熟悉和了解大家。我看见在和睦的小木屋里选宿舍的时候一声，周周你来和我们一起，让我当下马上有了归属和安定的感觉。在关于悸动的时间轴中，我看见自己在选择中的忐忑和犹豫，慌张和胆怯，也看见那个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的邹敏同学。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久违地感受到了遇到喜欢人的心动、欢喜、感动和满足。这种感觉就像心脏里炸出一小簇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烟花，在一方小小的空间里面盛大而又热烈。所以谢谢你，也谢谢我自己。这是属于我自己横冲直撞的21岁，不完美，但是足够好。最后的最后，真的要分别了吗，朋友们？我觉得才不是。我一直相信，真正的朋友，即使很久不见面，很久不聊天，但是在见面的时候，也能迅速找回当时的感觉。所以，那就拜托大家和我做一个约定，关于再见之约，我们拉钩盖章，100年不许变。拉钩吗？盖章吗？好，那你们都同意了。谢谢大家。哎呦我天哪！哎呦，其实周周之前有跟我讲，我说他觉得
他觉得那个瞬间很出他的点，但其实我觉得是我不想让这搭任何一个人落单，所以我其实有看到你，因为第一天来可能跟大家没那么熟悉，所以有点怕，小心翼翼的，也不敢就是很表达自己之类的吧。所以我想让你能够更快的融入我们，更快的成为朋友。所以，而且我要说，你真的做得很好。希望你们的友谊长存，当然我也在这个友谊里面。那你现在其实可以 Q 下一个，你想让谁去？其实我本来想叫恩恩的，但是他哭了实在是我有点不舍得，那就叫小胡吧。OK， 欢迎小胡上台。辛苦了，你做得很好了，我很爱你哦，你知道吧？首先讲一下我在这趟旅途中的一个成长和变化吧。其实我是一个有自己小世界的人，然后大部分时间我都就停留在自己的小世界内，然后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别人交流。但是自从来到这趟旅程，然后遇见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来到我的小世界做客，然后你们愿意敲开我的门，然后面对着真实的我说你好。我发现易阳真的很矮。我非常感谢你们，让我的小世界变得更大了一点。身上有很大的魅力，其实我很羡慕你。然后你们给了我非常珍贵的友情与回忆。然后最后是赵宇，很感谢你愿意了解我，让我想表达的东西有了输出的机会和场景，让我能更加放松，更加融入集体。然后非常感谢你。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最后一支舞的时候没有邀请你。小小的遗憾就是最后一支舞的时候没有邀请你，所以说现在能邀请你上来，哇塞！哇塞！来吧。虽然咱俩都是最不会跳舞的组合，那我们就，你的幸运数字是4，我们就一人转个4圈，怎么样 ？OK 啊。那你再邀请我一遍啊？你邀请我呀？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可以邀请你跳支舞？跟我一起跳舞吗？可以。完全可以。哇塞！哇啊！继续转圈。等一下，这样先这样吧，这样，然后这样。然后3圈，哎，我要晕了。4圈，然后你赶紧啊。哇塞！好浪漫哦！听说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很高冷的人，然后感觉还蛮反差的，所以说也还蛮想就是继续了解你的，所以就之后的生活中见吧，生活中见吧，哇哦！要不我直接来吧。感觉大家都眼泪汪汪的，然后我写的东西其实比较搞笑一点。OK， 首先我想讲一下我对这趟旅程，我认为这趟旅程对我的意义吧。
我第一次其实看《怦然心动》的时候只有15岁，然后看着节目里呢那20岁的哥哥姐姐们呢，我也第一次对自己的青春有了憧憬。然后现在呢，我也迎来了我的20岁，然后我现在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是我和恩恩女士一起，由我来代表我和恩恩女士一起为大家说的一些话。先从胡一阳和张兆瑜开始吧。感觉胡一阳是那种现实生活中什么大风大浪都能平静面对的水手，然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第一次出海，结果直接遇到了张兆瑜这个海啸。好笑。开个玩笑，其实从他们的身上呢，我有看到他们在一点一点打开自己。你们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但是到最后还是选择试图向彼此靠近。所以我认为你们两个真的很勇敢，也很有人格魅力。希望你们都能在保持自己个性的同时，找到属于你们关系的平衡点。祝你们一路长虹。一路长虹。然后是小轩和七月。首先我想先恭喜这个同样是这季开服的老玩家啊，成功配对成功了。然后你们应该是我们这里面相处方式最成熟的一对搭档吧，也是这里最会照顾人的一对。我记得在滑雪的那个普通雪道，还有骑马的水晶球上面，这两个地方其实也是你们的第一选择，但最后都让给了我和恩。那给你们。那要不我和七月就慢慢滑吧，我们就。行。那你去，我去骑马好吗？真的很谢谢你们，让我们的这个冬天变得非常温暖，也祝你们一路长虹。谢谢。然后是凯凯和妍妍，虽然你们看上去有点像女王和小奶狗的组合。微醺女王和忧郁小奶狗，但其实凯凯呢是一个内心比较成熟的人。我每天回去到宿舍都有看他在认真的反思，会对自己的一些小错误感到愧疚，第二天做出进步和改变。而妍妍呢，冷酷的外表下其实也是一个有时候会害羞的小女孩。你们的关系还有70%的白色，那就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在这趟旅程后为你们添上自己的那一份色彩。也祝你们一路长虹，一路长虹。然后是周周和星文，你们是最晚加入的组合，可能这趟旅程对你们来说太短了，很多话呢还来不及说出口就要告别了，所以希望你们不用着急，慢慢来，能在现实的生活中发现对方身上更多的闪光点。祝你们一路长虹。最后我就是我最想念的黑白曜兄弟和午后奥利。没有你们这趟旅程肯定是不完整的。虽然我和白曜呢总是有点难兄难弟，会互相调侃。你也特别帅，现在。你也是啊。但是你一直有在像一个大哥哥，在身边默默的照顾我们。他更希望表达的是我对你很坚定，是的那种心。奥利也是一样的，和你聊天永远不怕气氛尴尬，你总是能稳稳的接住我们，然后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有你们在的氛围总是更加的欢乐。我想我们10个都带着你们传递的快乐，一起完成了这趟旅行。即使你们不在身边，但我们能感受到你们的心和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已经变成了更好的人。祝你们一路长虹。其实我没有写我和恩的，因为毕竟是我和恩我们一起对大家的，所以我对恩也说一句话吧，非常简单，还是那句古话。古话说得好，为了你，我可以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为了你，我可以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哇！祝我们一路长虹。其实我唱歌特别好，所以大家很有幸可以免费收听我的歌啊。我的妈呀！来吧。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baby. It's hard to look right at you,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就让我一个人嗨是吗？ Hey, hard to cry at you,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哦 ，OK， 开服老玩家来吧，来吧。可能我的有点长，因为我就是可能写了就停不下来，但就是都是我的一些感受吧。然后我先想说下易阳，我应该是这趟旅途中跟你相处最久的人，毕竟我们每晚都睡在一起。那我们俩住另一间。我也已经习惯了回到房间有你的存在，感觉我们的这份自然真的很难得，遇见你是我的幸运。然后小新，希望你和恩恩要一直好好的，就像你和我说的，时差距离都不会是任何问题。凯凯，我觉得你真的是个很可爱的男神，就如果我是女神，我应该会被你吸引。然后你不管你是笑的时候还是的时候，都感觉让人亲近自然。然后新闻，可能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太长，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适应新环境，同时懂得很多的一个人。然后就是7月，能遇到你我真的很开心。就像我昨天说的，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也是个很善良的人，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所有人都是一样。跟你在一起，身边的人都会感受到幸福，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恩恩，今天早上在雪里拍照的时候，我会想起第一天我们的怦然 F4 组合。然后赵瑜，我记得第一天晚上的时候，你坐在我旁边，那时候我其实非常紧张，但你的友善让我感觉到被温暖。笑颜，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目标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不用担心一些没经历过的事情或者性格会影响大家对你的欣赏，你已经很棒了。谢谢。然后周周，可能我们俩确实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但我觉得你是个很阳光的女生，同时也希望你能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继续你的学业。谢谢。然后最后我想介绍的是我的女朋友戚于月，我的女朋友戚于月。最后我找到了这次在旅行的最后。我找到了这次旅行中最大的幸运，就是可以和你在一起。正因如此，对于结束这段旅行，虽然会有不舍，但想到跟你以后的所有相处中，我也还是能在很多时刻感受到我在这次旅行中的每个心动、每个瞬间，我就充满着向往和期待。同时，我也想成为你需要的、你能相信的那个人。每次看到你，我就觉得我美瞳造成的模糊好像被照亮了起来，因为你整个人就是闪闪发光的。我会一直坚定的选择你，因为我想和你一起体验2月的香港，前往3月的上海，度过4月的广州。说起上，和你一起体验像这次旅行的，不管在哪里去什么地方，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够了。我有时候在大家面前可能会比较淡，老是发呆、放空、害羞。但都到最后了，我想说，戚于月，我真的好喜欢你，我真的好喜欢你。我也是。听了吗？啊，好。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谢谢你，没事。谢谢你，谢谢你。没事，我的心里的感受。我呀，哎呀，我是主持人，哎呀，那你来邀请下一位，那我就选戚于月吧，可以吗 ？OK。
其实我还是会有点紧张，我还常常觉得和恩恩、小胡、小轩一起跳，管他什么音乐，还是昨天。恩恩，你是我遇见的第一个女生，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感觉怎么这么韩系，这么美。我叫姚佳媛，你可以叫我恩恩。我叫七月，你可以叫我七月。其实这趟旅程中，我从一开始看见你的有点不安紧张，到最后的放松，其实你只要在呼吸，你就在散发魅力。所以在你身上，我会感觉到遇到喜欢的人是一件多有能量的事情。小新，你这小子真是有福了。你们都这么坚定的喜欢着对方，希望你们一直甜蜜，来就溺死我，一路长虹。好，没错，一路长虹。然后周周，见你第一面是从你从火车车头那头走来，感觉是一只很 Q 萌的小萌物，一只小鹿宝宝坐到了我的身边。你爱笑开朗，有着自己的想法，也经常好像苦恼，很多事情好像不如你所愿，所以有点多愁善感的小可爱。我想告诉你，你不用一直在我们面前保持最好的状态，你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接住你。还有我的舍友，这位向我捧着什么东西的奥利，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你拥抱，还没听你的心事呢。我们本来还一起说去上海逛街 City Walk， 第一次见新闻是在和睦的小木屋，很意外的你是被赵瑜带了进来。我当时感觉这个同学笑得很腼腆啊，虽然第一面见你有点羞涩，不太经常表达自己，但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有点幽默的小男孩。然后时间拉回学校那天，凯凯，你作为凯凯，你作为新同学加入了文学课，第一次见你感觉是很高的一条，一直把笑容挂在脸上，还送给大家自己设置的贴纸。看你和妍妍的相处，其实我也觉得很有趣。我想你教会我的就是喜欢一个人就要坚持不懈，如果你实在撑不住的话，抬头仰望45度流点泪也没关系。笑颜，你笑得真的很帅，你的身高让我无法不第一眼就注意到你。破冰派对上你翘着超长的二郎腿，一言不发地看着大家，超酷。你看起来好像用了一颗冰冷的心来面对了所有人，可是我越相处越觉得你很生动，很可爱。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人只要活在世上，就会和人产生羁绊，有了羁绊，心就会有柔软的地方。无论多酷的人，都要带着一颗倾斜的心，东倒西歪的去生活。小胡，你好。虽然旅行里我们接触的不多，你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只乌龟，带着厚厚的壳，总是慢慢的，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大家都会以为乌龟是在藏在壳里，但其实乌龟的壳就是乌龟本身。敲打乌龟的外壳，乌龟也会产生痛感。其实我想对你说，你不要受困于缺少表达，不说话也好。如果是在壳里安全的，那带着壳生活也没有关系，因为打破了壳就是打碎了你。但小胡，我最想对你说，我怕你会放弃那些你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希望你能够有一双能发现离你最近的、发现幸福的眼睛，能被人看见、被人喜欢，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对吧，赵宇？是这样的，对吧？勇敢的朋友。小轩，这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勇气，也是你给我的勇气。你是我这趟旅行中真正对我产生改变的人，谢谢你，还有喜欢你，还有喜欢你。这个冬天我们一起看过了太多的风景，我真的对人生是旷野这句话有了实感。1月的最后一天，也许我会在床上惊醒，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但是我会收到你的消息，所以你会给我发什么消息呢？还有问题。我觉得就是会说怎么了吧，就是
每天最简单的问候吧。真的很开心，就是和你一起回到生活里面去。能不能邀请他上台抱一下？还是小轩邀请你？哎呦，哇，幸福呀！放下的光，好像我希望，它催促着我们快发，才不会迷茫。奔跑的路上，梦想的光芒照着远方，举起你的手，风扬广大的脉搏，感受爱最真实的骚动。握紧我的手，对抗全世界的高峰，燃烧我们开始的冲动。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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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裤是啥的你懂？放破晓的光，投射我心房，夕阳催促着我们快出发，从不会迷茫。奔跑的路上，梦想的光芒照着远方，举起你的手，感受你广阔的脉搏，感受爱最真实的骚动。打我腰哥。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太棒了！下面有请我本人来进行今天晚上的发言。大家好，我是张兆宇。没想到我们的冬日之旅这么快就到了尾声，也没有想到我们最终会在赛湖上面来完成这场毕业歌会。我下面呢想对每个人进行一一的点评。点评了。首先呢，我想要感谢的人是白曜，我想给白曜颁个奖，就是我的最佳知己奖。白曜，我真的好感谢这趟旅程，我们大家能跟你同在，看到你，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踏实感。感觉看到了大哥哥一样的存在，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得到你的一些鼓励和你的很多理解。所以作为超级好的朋友，一定要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白药、黑药还是金药、灰药，它真的是一个很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药。然后呢是小新啊，小新，我给你的提名是最佳合拍奖。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幽默都非常有点子，和你在一起相处呢，其实不需要修饰我自己。希望张兆宇天天开心。哇，耶！谢谢家人们，看见你我就特别开心。然后你看你又呲着大牙傻乐。然后呢是恩恩吧，在我自我介绍的时候，你是第一个我有捧场的人。哇！我好感动，你是第一个我有捧场的人。我就在心想，怎么会有女孩子这么会给情绪价值？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心疼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自己忍着的小女孩。我觉得你的眼睛总是很红，你的眼球总是充满了红血丝。你明明已经很累了，但是总是想把自己能做到最好的东西做到最好。我也希望你以后能够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多注意自己的感受。希望未来你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是周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很可爱，没有想到居然是跟我最合拍的 MBTI。通过后面对你的慢慢了解，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性格特别直率、特别横冲直撞的，像小鹿一样的小女孩。你能够立马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点是我很需要向你学习的。
哎，我说的是奥利吧，我的好室友奥利，我真的好想你啊，奥利。哎呀，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再进行一场深入的私聊，我真的觉得奥利你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开朗的小女孩。然后呢，是我心中最可爱的人七月。进门推开门以后看到的第一眼其实就是你，为啥看到你呢？其实是因为你的芭比粉口红了。我说你寻思怎么会有人涂芭比粉还这么好看？哎呀，再后来呢，我现在记忆里呢，可能都是一帧一帧的片段。我想到的最深刻的还是之前给您讲的，我很累，在波尔津转机的时候回到酒店，我立马就躺下睡觉了。再醒来的时候，就刚刚好，我醒来了，你回来了，你知道我怕冷，你把暖宝宝拿给我，还给我准备了暖脚宝，你还给我准备了暖手宝，然后最重要的，你知道我怕冷，你还给我准备了睡衣。你告诉我说，再往后的天气更冷，你要让我穿暖和一点。我当时坐在床上，我真的就直接哭下来。我当时心想，哇塞，有你真好，有你真好，有你真好。看到你幸福，我也会比你先掉眼泪。我真的太希望你幸福了，所以小轩你对他好点儿。还有谁？还有小胡。等一下，啊，小胡，我沿用以往的那个留言形式展开啊。Hello， 晚上好，小胡，我是张兆宇。第一次见到你，感觉你就是一个闷葫芦。自我介绍时，我们分别坐在最后一排的两端，我们就像两极。我话多的不行，你半天憋不出来一个字。很多时候，你总会用你的冷漠来为我过于热情降温。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决定回到和你们见面的那一天。仍然选择我们第二组了，但最后我要坐在你身边，多和你说说话。对于我来说，能够认清自己的心意，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是很困难的。在第一次决定给你留言前，我迷茫了很久，纷扰的心事把妆全都鬼哭化了。和自己独处的时间里，反复问自己：我真的清楚自己的心意吗？我真的确定想要跟他接触吗？我真的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未知吗？当我后面一点一点把你的好感串成一条线，在脑海里罗列时，我决定让自己勇敢一次。谢谢你的出现让我成长，谢谢你陪我一起胡闹，不是，谢谢你给我写诗，谢谢你的走心留言，谢谢你给我写下的文字，谢谢你的理解，谢谢你给我带来的一切一切，谢谢你给我带来的一切一切。我现在呢想邀请那个小胡同学跟我一起唱一首歌。OK。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陪你把沿路感想握住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OK。小胡唱的好不好听？好听，好听。下一位是谁呀？下一位，来吧，哎，今天又是一个很感性的小女孩。我一直这个稿子一直在拖，就是我不想写，因为我这个拖延症很大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我只要不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有很侥幸的心理，说这个事情就不会到来。签到表上它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说是用一句话作为这场旅行的开始，你会写下什么？然后我当时写的是我记忆里永远漫长而冷漠的冬，这一次好像会变得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这个冬天真的因为和大家的相遇变得短暂而热烈了。我原本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冬天，甚至可以说是讨厌的地步，但是现在我只想让这个冬天慢一点，再慢一点过去。
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喜欢把所有心事都藏在心里，然后遇到难过的事情悄悄解决，遇到的开心的事情也不怎么表露出来的人。但是因为认识了大家，认识了这些小女孩们，我开始不那么害怕的展现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曾经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那种小房间里面毫无保留的交换彼此的情绪。我天哪！七月在初见的那天，我其实内心非常忐忑，因为我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人，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很好的融入大家。所以当我推开教室门，看到你回头向我甜甜的微笑的瞬间，我就知道我没有心动，我就知道我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事实也证明，我们七月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又热心的姐姐。也想跟你说，就是要幸福，不对，就是已经幸福了，就继续更幸福下去了。你也是。然后就是赵瑜，其实赵瑜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过自己是一个很直的人，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节的人，你能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而且我记得当时在转场的时候，我的行李箱很重，然后你在旁边就会帮我拿，真的很谢谢你。下一个要说周周。周周，其实我看到你就是刚上火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的眼睛很灵动，然后你也有很积极的去调动大家的情绪。但其实我后面回到民宿的时候，我看到你比较踌躇吧，所以我想说，女孩来吧，我们一起住。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下一个我想说，奥利，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后面见不到奥利，因为当天晚上我真的很想问奥利很多很多东西。在小新有点犹豫的时候，奥利也给他很多建议，所以我还蛮感谢你。所以说，也等你，奥利赶紧回来吧。下一个就是盐，你还记得我们在荒野之国的时候吗？就因为我超级怕恐怖类的东西，所以说我一直很紧张。然后你有注意到我的情绪之后，就一直在淡淡的安慰我。虽然我们其实当时应该算是刚刚见面，因为我们白天没有什么相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特别信任你，然后全程我就一直挽着你的胳膊，然后在你耳边尖叫，然后我们假笑组合以后也要一直真诚的笑下去。然后下一个我想说，小新，其实我该跟你说的话都说的差不多了，然后你其实有跟我说你觉得很奇妙，明明10几天前完全两个不相交的人会出现在这里，并且发生一些故事。我想说，我一开始就很相信缘分，我觉得是缘分啊，命运的使然，让我们站到这里，能够走到一起。所以说，后面的故事也让我们自己书写，好吗？有句话说，人和人之间有一些瞬间就足够了，但是我有一点点贪心，我想让这些瞬间能够永远的延续下去。所以所有人对我来说其实都是礼物一般的存在，我很珍惜，也很幸运能遇到你们所有人。然后也希望说未来的大家能够幸福，万事顺遂。谢谢。我去吧。今天其实我想跟大家唱一首《小幸运》。在旅行开始前，我就觉得和大家相遇会很幸运。
下去听我给你们说的话吧。其实我对每个人都有很多话想说。首先，我想跟恩恩说，谢谢你昨天对我的留言。今年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初次见面，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班，但你主动来给我打招呼，让我这个很慢热的人感受到很大温暖。你就像世界上另一个我一样，能很容易共情我的一些感受。虽然就是全世界都很不解我的时候，你还是愿意来找我。最后我想说，很开心在旅程中能遇见你，见证你的幸福。女孩，如果你幸福的话，我一定比你先流泪。哎，我的表情管理没了。很好看。哎，然后就是凯。怎么有个哎？其实想说的话大部分都在昨天信里了。这几天相处，虽然还是觉得你很小孩子气，爱撒娇，不够主动。哎，到了现在还不主动来加我微信啊？就知道偷拍很肤浅。傻白甜还是有很好的一面呢。随便你了，最后一把了。你再不主动就没有机会了啊！等会儿，现在上来是我先把微信加了。你扫我。好。有这种环节吗？现场加微信。对，这样。刚刚在那边看到你，可以来加你的微信吗？好。我操。没有分组吧？组是什么东西啊？加了微信报一下不过分吧？刚加微信就报。好。好。我也想邀请你跳个舞。那你结束了这趟旅行后，你还会坚持吗？会的。下次我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你会来开车接我的吗？好啊。啊，对，我还想跟你说，其实现在是40%，不是30%了，增加了50%。你要主动一点了。哎呀！哇！谁呀？啊，你这些。太好了耶，简直了！来，说，感谢，真好。很感谢这个冬天与大家相遇，被大家包容，真的在一次次解决问题和处理关系上成长。就像言说的，我做了很多幼稚的事，很感谢大家的宽容。我想说，这次旅程真的不止感情上的起伏，更是很高兴遇到大家这些各具风格又有趣的灵魂。言，我这次旅行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的交流和沟通真的是有我们特别的风格。我现在知道更应该主动去沟通，把情绪消化好。就像我昨天说的，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成为天上闪耀的星星，虽然没烟火那般绚烂，但是在慢慢持续的闪耀。感谢你这一路的回应和包容和照顾。这段旅程结束了，我们下段旅程再出发时，一定会变得更加从容。祝大家前程似锦，永远幸福。好，哇哦！其实今天我们只到场了10个人，还有2个人大家都知道，白耀和奥利没有到场。但是如果这个毕业歌会没有他们俩，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今天有神秘嘉宾，所以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白耀和奥利，让他们来完成他们的毕业演讲。Hello， 大家好呀，我是白耀。没想到吧，我又出现了。其实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看手机里的视频和照片，
看我们第一次集体大笑是因为谁的笨手笨脚，看那些随意拍的甚至有点模糊的片段。刚才听说属于我们的旅程真的要画上句号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告别不是轰轰烈烈的仪式，而是这些具体又细小的事啊。冷吗？白药穿这么少。我的房间窗子朝西，这几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下午看着阳光慢慢地爬过墙壁，从耀眼的白色变成温暖的金色，最后融成一片舒服的蓝色。你们快乐、开心、热闹的时候，我这边刚好是安静的。那天的落日电台，我和奥利都收到了，有感动，有幸福，有不舍，还有惊讶。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20岁，像一束突然打过来的光。毕业快乐呀，大家！请务必替我拥抱这个我们共同开始的灿烂的明天。Hello， 大家好，我是奥利。奥利，嗨，奥利，我真是想死你们了，大家也都很想念我吧？宝宝。但是你们不用担心哦，我和耀哥都好好的呢。小胡，你不说话的时候，看起来像个心事重重的小老头。旅行快结束了，不知道你的内心打开了多少了呢？请不要故作深沉啦，有什么心事都可以和我们说。新闻虽然还没有特别了解你，但是期待你播报出自己的幸福新闻哦。小轩，嫉妒你把我们的七月拐跑了，没啥好跟你说的了，记得对我们的小太阳好好的。小新，我的舞王 bro， 相信你的天赋和实力，没有什么是你解决不了的事情。凯凯，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愿意和你滑遍全世界的人，我们的下一站都会是幸福哦。耀哥，一起共患难的人，我会记你一辈子的。期待未来某一天一起去弥补我们共同的遗憾。周周，你看起来虽然像一只可爱的小白兔，但是你是一个非常有自我想法的成熟魅力女人，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的。一幸福就嘴很碎的百变小女孩如果老天爷能听到你的小碎嘴，那他一定会安排一个向你全力飞奔而来的人。快告诉我，你一定找到了，对吗？赵宇勇敢飞，奥利永相随。请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你只要听我说，你是世界上最值得、最可爱、最勇敢的女孩就好喽。下次一定还要一起在雪地里吃辛拉面哦。7月，相信你现在一定过得很幸福。如果哪天你不开心了，请随时拨打我的电话，我会摇身变成你的守护天使，为你赶走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哦。妍妍，你是我们所有女生中年龄最小的，你比我们都更早的接触社会，不要太多担心哦。但请相信，一切发生皆有利于你。好啦，这次就先说到这里啦。反正我相信，我们未来还要见很多很多面的，我们也会收获最好、最好、最好的幸福。拜拜。耀哥倒了，耀哥倒了，你这又受伤了，一下不注意又受伤了，来吧，大家上台吧。
真的40%啊！对啊，对啊，对。怦然心动20岁，是冬天，是点燃一场雪。冬天再见，再见。嗨，大家好，别杀青了，结束了，拜拜了，下个冬天再见。我是新文，是最后加入这场旅程的人。Hello， 朋友们，很高兴因我而使故事拼凑完整。嗨，那个女孩，期待最后的约定将短暂变成进行时。我是周周，这个冬天好短暂。爱情中的出场顺序重要吗？当然重要了。可是人与人的缘分，不是一场晚出门就会躲开的雨。我是奥利，我会一直记得，在一个夜晚躺进雪里的柔软，在热气球上触摸天空的湛蓝，快乐和遗憾交织，是我成为大人前的最后一个寒假。我是凯凯，雪花在灯光下闪闪烁烁，像我试图抓住的你的心意。白色是心动的颜色，是冬天里关于你的颜色。我是安安，朋友都说我是一个永远不会迈出第一步的女生，没想到这个冬天我经历了好多命运般的第一次，当然包括这场偶遇。我叫胡一阳，他们说我是史上话最少的男生，不是这样的，我的心里有好多话想对他说。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心动，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喜欢你。我是张兆瑜，这个冬天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能跟我一起跳舞吗？我过得冒失又冲动，还流了一点幸福的眼泪。这不最后一天，我又幸福了。我是白耀，这是我最疯狂、最浪漫的一个冬天，也是我最遗憾的一场旅行。我叫妍妍，我的人生是一把不许出错的安全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这么多意料之外。开始这趟旅行是正确的决定吗？幸好它开始了。我是小轩，我很爱发呆回想，举手的那0.1秒，没回头的那1分钟，抬头看向月亮的那一晚，就在我发呆的时候，哎，好像有人敲门。我是小星，自诩为这趟旅行里的幸运星。我可以为了你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但这趟旅行做的每一次选择，都称得上是幸运。我是七月，这个冬天好像一场拼图游戏，一场像梦一样的偶遇，一次只属于2个人的烟花，一封眼泪被风吹散的情书，打破了时间的奇妙旅行，一切都在今天画上了句号。欢迎各位嘉宾们回到我们的《怦然心动20岁》返场特辑。接下来呢，我们将2登台，回应你们线下相处的近况，以及完成一些粉丝们提出的大冒险。离开节目之后，线下有没有发展？
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歌。这些人说的还不如我直接自己做呢。在喜欢上你以后，我真的有发现了你的更多优点。在喜欢上你后，我有看到你更多优点。张兆宇是我的女朋友。希望胡一阳对着赵瑜哼唧一声。小新完成清酒窝挑战。网友希望你们可以复刻《First Love》里面那个经典一吻。是现在我想要往前迈一下试试。你之前给我的身份可以再续约1个月吗？我们的幸福也一定在不远处静静等待着我们。白耀，你是最棒的。白耀，你是最棒的。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节目结束后，你居然真的越来越贴近我的理想型。我最后还想再问，你现在会给我们的故事画上一个逗号还是句号呢？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偶然讲到过我让你伤心了4次，所以说，今天我想向你表白4次。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张兆宇，我喜欢你。张兆宇，我喜欢你。今天过后，你愿意继续和我在一起吗？我的人生真的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也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姚家园，我爱你。现在我觉得我会向往未来，感谢过去，我只坚定的希望能让你在我身边。七月，谢谢你，我爱你。怦然杀青，我们现实里见。怦然20岁冬季追踪日历来啦！3月24日起 ，SVIP 用户每周2、周3 12点看上下集 ，VIP 用户每周3、周4 12点看上下集，非会员用户4周周3、周4 12点可解锁。周3 12点，怦然学姐碎碎念，怦然学姐陪看上线。周4 12点，砰砰蹦蹦大课件解锁欢乐游戏局。周5 12点加更冬日研学社更多精彩。周6 12点青春4件套超全大揭秘。周日砰砰连连看雨特辑不定期惊喜掉落，记得来看喽！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